一个人的荒野求生究竟会有多爽？从一无所有到鸡舍成群，仅靠自己的一双手，创造出一个人人羡慕的世外桃源。野猪已被困陷阱，尝试下到底部捕捉，却被野猪的野性吓退，费尽九牛二虎之力，才将其成功驯服。坚硬的鬃毛，强壮的身躯，农庄也将迎来饲养的猛兽。农庄打造道路漫长且艰难，一切都要亲力亲为，还要极具创造性。周边的枯叶打扫干净，这片空余的土地早晚都要用到。就在熊哥专心收拾的时候，他再次看到了惊喜，鹅蛋已经成功孵化，第一只鹅宝宝已经顺利降生。熊哥的脸上再次展露笑容，掀开鹅妈妈的肚子查看，底下还藏着几个刚刚破壳不久的幼崽，其中有一颗蛋只破了一个小口，看来几天后将拥有足够数量的鹅群了。转眼猪群的饲养已经过去了半年的时间，3个家伙也都足够强壮，是时候给他们重新打造一个宽敞的基地了。老房子的旁边这块空地刚好适合，用木棍围建出大致范围，足够3个家伙在里面好好撒欢了。相同的距离，每一处都要埋上一根坚固的立柱，10多根的数量足以保证猪群无法轻易的破坏。最后用干枯的毛竹搭建出横梁，等到完工，一处开放式的猪圈就已大致的成型。不过为了让他们有地方遮阴和避雨，熊哥在基地的拐角处单独搭建了一处雨棚。随着茅草屋顶的落实，整体工程最终完工。大自然的土壤气息，足够宽敞的活动空间，每一点都让这3只大家伙开心不已。从此这里就是他们的新家了。眼前热闹的景象对你来说是否会心生感触？看似平凡的生活，却比我们活得更加真实。新一天的来临，小母鸡在偷吃猪鼻子上的早饭，熊哥也开始了一整天的忙碌，搜集来的木薯切割成段。当然如此多的数量，也需要找到适合的种植空间。距离住所不太远的地方，这处被砍伐的芭蕉林，倾斜的山坡和肥沃的土壤就刚好适合。刨挖出浅坑，再一根一根的放入木薯，一大片山坡，不久就会有吃不完的木薯。再次回到住所，用干草做出精致的小窝，因为小鸡仔已经孵化出来了，这也意味着鸡群将会更加壮大，以后就是一天吃一只。如此多的数量，也足够自己吃上个把月了。生活依然平淡真实。在接下来的1个月时间里，熊哥在鱼塘边搭建了一处小鸭子的住所，几十只乳黄色的鸭宝宝入住到农庄，干燥的稻糠格离开了潮湿的地面，更好的成长才是他们以后唯一的目标。然后又动手打造了一间可移动的兔笼，那一窝的小兔子已经逐渐长大，它们需要更大的空间才能更好的成长。鱼塘的上方，这里宽敞的空间和繁茂的杂草是饲养兔群的不二之选，围建出防止逃跑的空间，再将兔妈妈和兔爸爸也一起放入，以后这里就是长耳兔一家的快乐之地了。将打造好的兔笼放好，添加上解渴的山泉，白天撒欢进食，晚上扎堆睡觉，安逸舒适的环境，以后肯定会迎来更多幼崽的诞生。该饲养的都饲养了，该搭建的也都搭建完了，所有的小家伙都成活并快乐的成长，自己也该去更远的地方寻找一些可利用的资源了。为了安全起见，熊哥把乖乖的老公带在身边，遇到危险还有一定的警示作用。浓密的灌木丛，熊哥在这里有全新的发现，几个被咀嚼剩下的草根，不远处还有被刨挖开的潮湿泥土，沿着一路遭到破坏的痕迹，熊哥发现了猎物的巢穴，这里有明显钻入去的特征。熊哥放下竹筐，沿着痕迹一点点向着前方试探，等到爬到通道的终点，一处有零散枯叶铺垫的巢穴就隐藏在其中。通过种种迹象表明，这里就是野猪的老巢。用手掌试一下地面是否还有温度，这样可以判断出野猪离开的大体时间。熊哥已经确定了，他爬出了洞口，仔细观察着附近的地形和通道，他要设法抓住这个家伙，赶回住所取来挖掘的工具。想要成功捕捉这种野性的家伙，显然一般的陷阱很难完成。熊哥决定在洞口的外沿处开掘出一道深坑，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万无一失。乖乖的老公也在巢穴中闻到了猎物的味道。2个多小时的挖掘，一个近乎1人之高的陷阱最终成型。较小的空间可以有效地限制猎物发力，这样想要跳出来的可能性也会减小。然而熊哥为了确保万无一失，还特意在洞口处用4根木桩封堵住周边，并且还用带插的树枝牢固4个角。圆滑的木棍即使是野猪跳起也不会有很好的着力点。最后用较细小的树枝并排搭在上方，然后再用芭蕉叶覆盖，撒上挖掘出的土壤，用周边的枯叶做最后一层伪装。为了遮挡气味，临走前将通道的2边用新鲜的树叶插入。一切都设置完毕，只有时间才会带给自己最终的答案。一夜的等待，清晨的雨雾笼罩着整片森林，熊哥已在前往查看陷阱的路上。然而昨天夜里野猪并未归来，通道的一切都还和昨天一样，原路返回。又是1天1夜的等待，熊哥再次踏上寻猎之路，而这次会不会空手而归呢？已经到达了陷阱旁边，不过陷阱的封口已经遭到破坏，看来已有猎物掉入其中。轻轻地扒开，果然1只野猪已被困在坑底，赶紧将周边的所有杂物清理干净。而此时洞底的野猪也警觉着四周，看来这次陷阱挖掘的刚刚好。野猪在洞内的活动空间很是有限，并且深度也足够。
接下来就是要想办法将其从陷阱中拖出来，准备几根韧性的树皮，全部搓成绳索，只有将野猪的四肢和嘴巴捆扎住，才可将其降服。然而就在熊哥准备下入坑底的时候，野猪的一声警告，立刻让他缩起了双脚。这个家伙还有足够的力气进行反击，一切都要尽量小心。再次尝试用一只脚踩住坑壁，另一只脚则轻轻地触摸着野猪的脊背，这次好像并没有太大的反应。然而就在熊哥想要将脚踩住坑底的时候，野猪再一次警告，让熊哥惊出了一身冷汗。难道就真的没招了吗？熊哥坐在陷阱的旁边，显得有些束手无策。好不容易抓住的野猪，真的要这样的放弃吗？直到第3次尝试，依然还是没有成功。经历了5个多小时的周旋，熊哥终于成功将野猪的嘴巴和四肢捆扎好了，奋力抱出陷阱。此时野猪也在全力地摆动身体，不过这已经是他最后的挣扎了。这么久的周旋，他的体力应该已经耗尽。此时狗狗也有想要攻击的冲动，熊哥的喝止让他停止了行动，终于成功的捕获了一身坚硬的鬃毛。这样的特征，这是真正的野猪吗？熊哥在检查身体是否有受伤的地方，幸好一切安好。既然野猪已经成功捕获，那么等待它的命运又是如何呢？是成为储存的食物，还是成为饲养的对象？这是野猪的分娩现场，疼痛让野猪妈妈不停地抽搐，直到夜晚，第一只幼崽才安全降生。虽然还未站稳，但本能驱使着它开始寻找妈妈的乳汁。熊哥抱着捕获到的野猪，穿梭在灌木丛中，终于在天黑之前赶回了农庄。迁移留下的猪圈刚好可以利用起来，重新搭建好围栏，直到天空已完全黑暗，熊哥才将四周再次固定，将野猪放入，松开捆绑的树皮。小家伙对周边的一切都很警觉，放入一些新鲜的汁液，希望这个夜晚野猪能够适应。新一天的来临，熊哥扛着整段的芭蕉树干，这样规模的养殖每天都是消耗巨大。精细剁碎和玉米糊混合搅拌，放入鸡食槽中，鸡群鸭群都可以自由的进食。当然昨日捕获的野猪则是今天的重中之重，熊哥特意为其准备了更适口的食物，依然还是警觉性十足。野猪只是在食物的旁边来回徘徊，10几分钟的僵持，野猪还是没能经得住诱惑，轻轻地尝试了一口，味道的鲜美也是让它彻底的沦陷。小家伙已开始顺利进食，果然糖衣炮弹才是最厉害的武器，野猪都抵挡不了，又更何况是那些贪官污吏呢？等到野猪吃完，熊哥又想亲近野猪，让其产生好感，然而还没等熊哥靠近，野猪就表现出非常的抗拒。半个小时的周旋，熊哥终于可以一点点的靠近了，不断的抚摸着全身，尝试给小家伙挠痒痒。虽然野猪看上去依然十分警觉，但貌似也十分的享受。初次印象已经很好了，看来野猪也是可以被完全驯化。继续采摘一些新鲜的芭蕉树头，趁热打铁，才能让这种信任建立得更加牢固。从小家伙的表现来看，他已开始逐渐的接受这里。穿上雨靴，熊哥将要再次出发，来到捕获野猪的陷阱旁。熊哥觉得这个洞穴中应该不只有一头野猪，重新将陷阱像第一次一样固定好，安插好，四周铺垫上芭蕉叶，覆盖上泥土，又一次完美的伪装。转眼时间已过去了3天，熊哥还是一如既往的生活。兔群饲养的区域中，所有的青草都已被啃食干净，重新将它们迁移到新的位置。这里的青草足够它们吃上一阵子。豆角秧苗也已逐渐的长大，搭建起便于攀爬的花架，将会有利于提升它的产量。直到第4天，熊哥已证实了自己的判断，他的陷阱再次捕获到了野猪。相同建立信任的方法，脊背上竖起的鬃毛，表明了这个家伙足够的强壮。转眼半年的时间过去了，最先捕获的野猪已快晋升为妈妈，高高隆起的肚子表明了它即将分娩。熊哥已将夫妻俩隔开，还专门铺设了干燥的树叶。即将分娩的疼痛让野猪妈妈身体不停地抽搐，直到天色完全昏暗，第一只野猪宝宝终于降生了。小家伙看上去很健康，浑身也都充满了力量，本能驱使着他站立起来寻找妈妈的乳汁。4个小时不停看守，现在已经生出了4个健康的宝宝。老四的体型看上去略显单薄，纵使脐带依然钉在身上，也阻挡不了他和哥哥们争夺乳汁。最后一只野猪宝宝出来了，体型在兄妹4个之中好像是最大的，足够力气让其在妈妈的怀抱中来回横冲直撞。更甚的是还爬到了野猪妈妈的身体上，最后还来了个高空俯冲，黑底白花的纹路让每一个小家伙看上去都很可爱。相信在野猪妈妈和熊哥的照顾下，他们都将健康的茁壮成长。5只小野猪都幸运存活。为了让猪仔更好的成长，就连催奶的工作也是自己一肩承担。穿上防晒2件套，扛起锄头，熊哥开始全新一天的工作。手工挖掘的鱼塘如今已逐渐形成了独有的生态系统，鸭群已长到可以生蛋的体型。来到山体的斜坡，熊哥要利用一个上午的时间来清除这里的杂草。几场暴雨袭来，让这里野草疯长，而这对木薯秧苗十分不利，它们会消耗大部分土壤肥料，从而使木薯减产。漫山遍野的木薯很快就可以迎来上千斤的收获。正所谓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。独自一人开发原始森林，建立起农庄，目的就是想依靠自己的勤奋，让一家人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。旁边早前种下的玉米
都已长至1人至高，而其中夹杂着的芭蕉树幼苗也刚好可以收集起来喂养农庄中的牲畜。还有这在野猪生育之前种植下的早稻，几场大雨让其长成茁壮的秧苗，抱着鲜嫩的芭蕉叶，熊哥要为野猪安排上适口的小零食，单独切割出树干。相比芭蕉叶来说，它含有更加丰富的营养和水分，用它来喂食野猪可以提供更充足的能量。而对于这些新鲜的叶子，还是山羊更喜欢。一个上午的工作已经结束，安放好所有工具，适当休息，没有烦恼1日3餐的生活，完全可以由自己的心情决定何时工作和休息。不过此时的天空再次乌云密布，倾盆大雨再次袭来，这对于熊哥来说并不是坏事。大雨不但冲散了闷热的天气，还带来清凉，并且种植的秧苗也都会更好的成长。暴雨持续了1个小时后戛然而止，鸡群鸭群也趁此出来寻找被击落的昆虫，而熊哥则是拿着篮子去收取属于自己的战利品。并排打造的鸡窝，每一个都有4到5个鸡蛋收获，虽然大小不一，但都是十足的草鸡蛋。熊哥也不会全部拿走，每一个篮筐都留一个。有老铁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继续搜寻，鱼塘边生活的鸭子可不会老老实实的将蛋生在窝中，所有它们活动的范围，任何一个角落都有可能有鸭蛋的存在。鱼塘的上游，无论是泥土上还是草窝里，又或是流水旁，仔细寻找几乎都能找到。熊哥已经收获了10几枚，这样的情况，现在几乎每一天都可以收获到满满的一箩筐，不但方便自己吃，并且这也是收入的来源之一。收集到的蛋全都放到竹篮中，等到这一箩筐放满，集中被运到集市售卖，那也是一笔可观的收入。转眼时间已至下午，所有的牲畜也都该喂食了。和好的猪食是野猪妈妈最爱的食物之一，只有让其吸收充足的营养，才能够保证野猪宝宝们拥有充足的奶水。当然，在喂食的间隙，熊哥也在尝试和幼崽们建立信任的关系，只有这样，在他们长大以后，才不会野性难驯。猪妈妈吃饱了，该小家伙们进食了。一天完美结束。伴随着新一天的到来，昨日下的暴雨让山林中的一种美食拔地而起，就是鲜嫩的竹笋。遍布的竹林中，几乎每隔一段距离就能采挖到破土而出的它们。大自然的馈赠总是慷慨的，熊哥只收集足够自己食用的数量，砍掉多余的根部，侧身一斩，剥开外皮，只留下最鲜嫩的可食用部分。天空再次灰暗，熊哥要立刻赶回家中，把所有的竹笋清洗干净。他要为自己做上一顿美食，趁着烧水的时间，鸡群鸭群还要喂上一餐。野猪妈妈需要更特别的照顾。活泼好动的小猪仔们食量开始越来越大，熊哥随手抓了一只，轻轻的挠痒痒，让小家伙很享受，整个尾巴都翘了起来。对于野猪来说，这可是完全没有危险的时候才会有的动作。不过其他4只幼崽还是有着一定的防备之心。然而就在母猪给小崽子们喂食的时候，熊哥发现了严重的问题，野猪妈妈的奶水不够，小崽子们光吸不出水，这极有可能引发幼崽的死亡。专业的手法，熊哥有过这方面的经验，这样的操作有利于野猪妈妈奶水的生产。小家伙们也吃饱了，逐渐炎热的天气将会给猪群的饲养带来新的挑战。这是不是你兄弟洗澡时候的样子？冷冷的冰雨胡乱的拍，搓澡的师傅就像刽子手一样把它出卖。新一天的来临，越南的森林再次进入了高温的夏季。熊哥安装好铁锹，换上防潮的雨靴，他要清理干净臭气熏天的猪圈。高温的天气会滋生细菌，如果猪群因此而感染上疾病，那这1年来的努力将全部付之东流。先将所有的猪粪顺着栅栏的缝隙丢到外围，等到堆积到足够的数量，它们可以作为蔬菜种植的肥料。然而只是这样的清理还远远不够，拿上皮管接通冰凉的山泉，彻底冲刷才能保证完全干净，顺势给猪群带来清凉，也得到了这些大家伙们的喜爱。乖乖躺下，任由冰凉的山泉冲刷着身体的每一处。毕竟接近40度的高温，对于200多斤的他们来说还是太过于煎熬，而现在难得的清爽，自然是要好好的享受一番。当然熊哥也是非常乐意，瞬间化身澡堂的搓澡师傅，一边冲刷一边一点点仔细清洗，最后就差打个盐再敲个北。要是有个2楼，我估计这2个大家伙很可能都想上去。澡洗完了，再来一顿美美的午餐。其实被圈养的生活着实不错。看着还正在成长中的野猪幼崽，熊哥突然冒出了新的想法，他要制作一个降温的装置，让猪群保持清爽。用枯竹捆绑出框架，将接水软管一点点的捆扎上横梁。猪圈内的黑猪已经热到快喘不上气了，喂奶的野猪妈妈也略显疲惫。熊哥要尽量加快制作的进程，将竹签在皮管的外侧扎出孔洞，冰凉的山泉水随之喷涌而出，将框架立起，源源不断的泉水覆盖住整个猪圈的棚顶，持续喷洒，很快降低圈内的气温，猪群也会得到更好的休息。转眼新一天的到来，屋前栽种的丝瓜已经结出鲜嫩的果实。喂完鸡群、鸭群和所有的牲畜，今天还有更重要的工作需要进行。经过一段时间的生长，5只小野猪已经开始对妈妈的食物产生兴趣，
看来几个小家伙离自主进食已经不远了。工作正式开始，一根长长的毛竹将作为手持的把杆，用竹签捆扎出一个圆形的项圈，预留出一节刚好用于固定。紧接着将蛇皮带固定在项圈之上，连同用于切割的弯刀一起固定在毛竹的一端，一个芒果收割器就已完成。今天熊哥要将成熟的芒果全部采摘下来，它们已到了可以售卖的季节。举起切割网兜，对准枝头的芒果用力一拉，利刃切割掉落的芒果既不会受到伤害，又刚好落入网兜之中。不知道这项技术是不是从大中国传过去的？有知道的老铁吗？看看这整树的果实，这可是丰收的喜悦。当然，较低的位置处，只要垫上踩脚的东西就可以尽数收取，不但品相一绝，并且还能带上点汁液，这可都是新鲜采摘的证明。4个多小时持续忙碌，仅门前这一棵芒果树，熊哥就已收获了上百斤的重量。颗颗饱满的青皮芒果是越南雨林的特产，只依靠吸收自然光照而成熟，每一粒都充满了纯天然的味道。掰断粘连的树枝，充足的汁水就喷涌而出。再看看内部的果肉，金黄的颜色，滑嫩的口感，丰富的维生素，看来这次应该能够卖个很好的价钱。整整一箩筐50多斤的重量，就是熊哥也需要依靠着斜坡才能将其一次性背起，来来回回3趟，终于全部运送完毕。然而天黑之前，熊哥还要将它们全部背到山下的集市进行售卖。那么你觉得这种品质芒果多少钱一斤合适呢？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关注我，熊哥的野外生存之旅究竟会如何呢？我们就一起见证吧。